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国家队呢，其实本质是从去年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手了，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买嘛。他当时出的公告是说，就是未来6个月嘛，开始逐渐的买，包括他近期也在出一些新闻，就是发一些公告，然后我们会发现就是市场快速上行。有朋友就在问讲说，其实现在大家的预期就是讲说，现在这个时候国家队出手代表着什么？什么意义？是不是就是说，既然国家开始救市了哈，开始进入股市了，这个市场就差不多应该不用等多久就起来了，对吧？这是其中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就是说，国家队如果在入市的时候，市场只是短期的反弹，那么我们要不要在短期高点出来？今天的主题呢是汇金出手揭秘国家队如何救市。2月6号的时候呢，汇金发了一个公告，怎么说呢？说充分认可当前 A 股市场配置价值，然后呢扩大交易增持范围，并且呢将持续加大力度、扩大规模，坚决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公告一出来，在这一个周，我们看中证500涨了多少？就这一根周线，中证500涨了17%，非常高的涨幅哈。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告能够把市场直接托举起来？今天我们就主要聊这个东西。那汇金是什么？汇金嘛，就是我们俗称的国家队，其实专业的称法叫什么？叫平准基金。平准基金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政府呢用来参与市场，然后来平缓它的非理性波动。就市场在非理性波动的时候，平准基金就会入场。大家肯定会疑惑，就是你平准的资金是从哪儿来？因为资金性质很重要。你平准基金，你想去救市，你的资金得有多少才够？能救到什么程度？平准基金对市场上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是不是你平准基金入场了，只要你国家队入了场，市场就会起来？或者是说能起多大程度的作用，多长时间会起来，对吧？能不能托举起来？那么这个入市的时间到底代表着什么？一般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国家队才会去入市？那么平准基金就是说国家队自己到底赚不赚钱？在历史上这些曾经救市的钱到底最后赚不赚钱？那么我们还会说中国的这个平准基金到底做过什么事儿？什么时候做的？它做完了之后市场后来怎么样了？前面这些内容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那么大家可能对这个平准基金会觉得有点好奇，它到底是如何作用于市场的？平准基金呢，它是直接作用，它不是间接作用。什么意思？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个班主任，你有一个班，你想提高你们班的成绩，你有几个办法，对吧？其中一个办法，我下次考的时候，我把题目出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不直接的提高你的分数，我把题目出的简单一点，然后大家考的时候肯定就会平均分高起来了，对吧？这就叫间接嘛。那政府呢，一般参与市场调控的时候，如果是间接的话，就是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它不是直接作用于股市哦，它不是直接在你的学生的成绩单上去加分，它是说我把这个题目变得简单一点哈，间接去影响你总体的分数。什么叫直接？就是你分数出来了，我直接给你加分，对吧？高考加分嘛，不管你考了多少分，我直接给你往上加。所以平准基金它本质就是说，我要救市，对吧？我不间接救，我也不是什么放水啊、货币政策啊或者什么，我就直接买你的股票，直接作用于市场，对吧？我是成为买家或者卖家，我直接进去，非常直接的手段。其实呢，本质上来讲，就是这种特别直接的手法是很少见的。基本上呢，用的比较多的呢是东南亚的国家哈，西方国家用的少。那美国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用过。就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平准基金是不是只作用于股票？其实呢，国家队它不仅会参与股票，
外汇、商品、债市都会去做，就平准基金它可以做很多，它不只作用于股票市场只是说大家对于股票市场的关注度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平准基金是不是所谓的价值投资？我就是买了之后我就持有嘛，长期持有嘛，是不是？不是哦。平准基金它其实是周期派，等一下我详细跟你们讲，你看他们怎么操作，怎么去赚钱啊。平准基金不是像那种价值投资 OK 我看到价值我就买进去，然后我长期持有，不是哦。平准基金会出场的时候也就是那个经济周期上面的时候，它本质上就是周期派的操作策略，是典型的逆周期操作。好，我们看一下历史上一般情况下平准基金是什么时候入场这是东京，这是日本我们看有2个指数嘛，一个是东证，一个是日经。曾经呢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国家队出手了，出手之后市场发生了什么？看市场马上就上行喽，上行了整整1年，可是拉长周期看呢就又下来了。他还出手了一次出手了这里，出手过之后市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底部震荡之后它就上行了。我们看来找规律，我们再往下看，这是哪里？这是韩国，韩国也就是你们看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过2次这里出手了2次，出手完之后呢市场呢又继续下跌了一段时间，然后往上走了，后面呢又往下来，然后后面他又救了一次在这里又救了一次，后面这2次很成功，对吧？前面这次就不是很成功，包括日本这个也是，后面这次比较成功，前面这个只能说是短期成功。我们再看恒生这一次呢，其实呢大家应该是挺熟悉的，这就是我们在98年那一次去阻击海外的这个对冲基金对我们的这个攻击，就是那一次很著名的香港保卫战，就这一次呢很成功，后面直接就上去了。看过这个东南亚国家的这些入场买进去入场的这些操作，我们会有一些总结。我们想象一下，就假如说我们想象一下，你就是那个平准基金的基金经理，你来控制这个钱，你想要做什么？你要防止这个市场非理性的波动，不管它是在顶部还是在底部。顶部呢防止它有过多的泡沫，底部呢我们防止就是脱离了基本面的这种下跌。你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去管理的话，我们会在什么点位入场？其实很好理解你们就跟着我的思路，我们就想一下，就是我们会在什么的点位下入场。我们经常说我们可以想象着把市场比喻成一个苹果嘛，对吧？以前我们讲这个数据都说我们买苹果然后卖这个苹果，本质上是做生意，对吧？买了又卖嘛。假如说我们想拖住这个苹果的价格，如果这个苹果价格太贵的话，现在还比较贵，我们去拖它会发现什么？会发现我们需要有巨大的资金量才拖得住，因为你整体市场很贵嘛，巨大的资金量才拖得住。那你这个资金量够不够？你要出多少？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这种点位呢，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来做这个基金经理的话，我们一定会选择就是说市场已经跌了有一段时间了，并且这个位置已经不高了，已经比较便宜了，我们不需要太大的规模，我们就可以对市场产生作用。这个是我们要去选的一个点位。我们就是想这个逻辑其实想清楚这个逻辑之后，我们就知道市场将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这个规模怎么选？规模如果太大会发生什么？假如说你整体市场这么大，好了，我用大规模的把这个市场整个控制住了，那这里都是握在你国家手里，只有你这一小块是流通股，会发现什么？波动非常大，一点点资金量这里就会波动的非常大，反而不利于市场的有效性。而且到时候你要退出的时候你怎么退？你手里这么多的货，你要多长时间才能退出来？你退得快了，市场波动太大，对吧？因为你后面你才这么一点点盘，你这个要拖出来一点，等于说你这个整个出来那太难做了，你又不能太少了，你对市场影响没什么影响，你做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规模呢要适中，同时呢我们要想一下基本面要怎么样。
要至少是你这个周期下的这个底部，或者是说已经起来一点点，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维度来去衡量你这个宏观经济，有一些维度应该建好了，本质上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呢已经挺好的了，我就是去帮个忙，我不能说你这个基本面还是一直不好，那你进去就是短期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韩国这里就是为什么失败。如果我们去翻看韩国的历史的 GDP 同比，这里的位置那个韩国的是往上一翘，啪又下来，就是基本面不行，基本面不行是救不起来的。你的钱进去了，你钱不仅有政府的钱哦，还有那些保险，对吧？保险公司的钱，政府会去号召险资，还有银行的钱去做进去，会发现钱进去，国家队也会被套住的。所以如果假如让我们去管理，我们一定要选择下跌了很长时间，应该是点位是很合适的，规模一定要够，但是又不能太多，你基本面也应该差不多了。好了，那买什么呢？首先呢，我们担心什么？因为钱呢，除了国家自己的，还有我刚才讲了险资的，还有银行的，你投资时间不能太长哦。你一进去，你说我要投20年，人家不跟你玩的，人家也是在做生意，对吧？所以时间要适中，然后买的股票呢要什么样？要盈利比较稳定的，同时你这个股票要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盘的，不然你小的股票你一买进去就把股票给推起来了嘛，它的波动会非常大。所以一定是权重股嘛，对吧？因为权重股才能去影响你整个这个指数，你权重股才能把指数拖起来。还有一点呢，你这个股票盘子不能太小，否则你到时候你要卖出去的时候，你的流动性是不是足够好？是不是有足够多的资金能够去接你这个盘？所以这些点我们去摸清楚。假如我们是这个基金经理去管这个国家队的话，我们怎么去做？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些点基本上捋顺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些逻辑之后，基本上也就知道市场会怎么走。看，一般情况下，这个国家队入场什么时候出场？美国是4年，他2019年救市，然后到2012年为止哦。他当时是房地产危机，对吧？所以他后来呢出手了手里所有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最后获利了250亿美元。赚没赚钱？赚钱了。他用了3年逐渐的往外退，他不能突然退，因为盘子太大了。然后总的存续期呢是4年，就是美国的平准基金它存续了4年，然后它获利了这么多。日本呢？日本这个国家队一进去影响在里面多久？4到7年。如果我们的老的读者，特别是组团朋友一定知道，你看啊，这种4年是什么周期？库存周期嘛。其实本质上国家队玩的就是跨周期的投资。看日本4到7年，总存续期呢比较长。为什么比较长呢？因为这里基本面一直上不去，同时呢获利了700亿日元。1965年到1969年这一次救市呢，存续期是4年，获利了500亿日元。韩国呢救市平均下来呢是4到7年，它救市的典型了3次，第一次3年，总存续6年，第二次也是3年，存续4年，第三次也是4年，平均就是一个库存周期。香港呢那一次香港保卫战的时候，就是在里面是5年，就是为了防止对整体市场影响过大所以它陆陆续续退了4年，总存续5年，它回报率达到了83%。我想跟大家讲，国家队做这件事情也是要有回报的，虽然它不以赚取散户的钱为目的，它是以这个托举市场，防止非理性波动为目的，可是它依然是要有回报的。它不是只是来把这个钱拖在这里放在这里就不管了，是有回报的。为什么会有回报？因为它是逆周期操作，是在市场底部的时候进去的，它的筹码足够便宜。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已经理解了各个国家它平准基金
怎么玩，什么时候玩，玩多长时间，他玩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好，那么我们看中国汇金历次入世，咱们国家的国家队有1次、2次、3次、4次、5次、6次，其实这次在2023年的去年的10月份的时候也开始做了。我们看在什么点位做，我们拿上证50来看，为什么？因为上证50是权重股嘛，在这些位置，在红色箭头的这些位置哦，都有去做。大家去看说，哎，说这个位置好像救的不太成功啊，人家国家队不少。如果你们去看他当时入场的那个规模，真正大规模的入场就这2个，绝对是绝对底部，都是赚钱的。好了，那么在这个位置救了一次市，这个位置救了一次市，这个规模呢，现在目前看到是一般。去年的时候，那这一次呢，他发了公告哈，就刚刚6号时候，我们打算要增持嘛，那会不会说把这个比例，整个这个规模能够达到这2次救市的规模，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就是说，从过去救市来看呢，就是在救市宣布的时候，然后救市之前30天市场都是下跌的嘛，对吧？然后呢，救市过后1天，救市过后10天，救市过后1个月，这是上证指数，这是沪深300，看它的表现，这是6次，一共过去历史上的6次救市。当然了，救市肯定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嘛，我们会发现短期上去了，看短期上去了，甚至有几次后面几次呢，短期也没有上去哦，但是长期呢，就是说1个月之后呢，市场呢还是在下跌。我们其实本质上就是说，如果说期待这一次市场进去，就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国家队进去之后，马上能够期待一个，比如说1到2个月就能看到一个绝对底部，我认为不一定，因为你们看这个历史数据就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通过从前面的分析，包括各个国家它怎么操作，还有它要操作的一些底层逻辑，我们可以讲说这种位置是底部，可是并不代表它中短期就一定会马上上行，有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可是呢，至少它给了我们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它点位是 OK 的，基本面差不多了。那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在救市之后呢，在国家队入场之后呢，基本上是权重股走的会比较好一点。在这次直播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请你在评论区里面直接问。如果要是觉得在整个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对你在某一点上有触动，你有学到东西，帮我点一个赞，这样我就知道下次我给你们怎么分享，准备什么内容。